嘿，兄弟姐妹们，准备好没？今天咱要来个超刺激的军事大揭秘，带你一窥亚洲10大最强军队的神秘面纱。想知道谁才是亚洲军事界的扛把子？记得订阅加点赞，系好安全带，跟我一起冲啊！第10名，越南。越南军队规模不大，但战斗力超硬，历史上打败美国和法国，靠着顽强的意志和灵活的战术扬名立万。现在装备俄罗斯苏30战机和基洛级潜艇，现代化进程加速，还在东南亚保持低调但强硬的存在感。越南可是历史上的战斗狂人，曾经把美国和法国揍得鼻青脸肿。越南军队别看他身板小，一拳下去可是能把大块头 KO 的满地找牙。现在他们也不闲着，偷偷摸摸从俄罗斯搞来苏30战机和基洛级潜艇，战斗力蹭蹭上涨。平时低调的像在巷子里喝咖啡，但真要动手，绝对让你吓到腿软。越南军队的硬气可不是吹的。上世纪的越南战争，他们靠着游击战术和不屈的精神，把美国逼得灰头土脸撤退，堪称军事史上的传奇。别忘了，他们还把法国殖民军打得落花流水，奠定了越南硬汉的名号。现在越南现役的人民军有大约45万现役部队，虽然人数不算多，但训练严格，士气高昂。他们擅长丛林战和不对称作战，地形熟悉到闭着眼都能打赢。越南最近几年可是卯足劲儿升级装备，从俄罗斯进口的苏30战机，火力猛的能把天捅个窟窿。基洛级潜艇更是东南亚少见的水下杀手，静音性能强到能偷偷摸摸靠近敌方船只。加上 T-55 坦克和 S-300 防空系统，越南的军火库可不是吃素的。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可是个硬茬，经常和邻国掰手腕，靠着地理优势和灵活外交，稳稳守住自己的地盘。他们的军队虽然规模不大，但在东南亚的舞台上绝对是个不好惹的狠角色。越南还在持续推进军队现代化，计划采购更多高科技装备，同时加强海军和空军建设，准备在未来10年内成为区域军事强国的黑马。这波操作像是在说，别看我现在低调，迟早让你们刮目相看。第9名，印度尼西亚。印度尼西亚军队凭借世界第4大人口之称，拥有约40万现役部队。海军和空军的现代化进程虽慢，但靠着地缘优势和人数优势，在东南亚仍有一席之地。装备包括荷兰的西格玛级护卫舰和韩国的潜艇，仍在努力追赶现代化。印尼军队就像你班上那个超多朋友的家伙，人脉广到不行，但衣服还是10年前的款式。他们靠着世界第4大人口撑起军队规模。武器虽然有点复古，但万一真的动起来，人海战术能吓得对手的手机直接摔地上拔腿就跑。最近还从荷兰和韩国弄了点新潮装备，准备慢慢从复古风转型成潮男了。印尼军队的历史战绩不算特别显眼，但他们在独立战争中成功摆脱荷兰殖民统治，证明了自己的韧性。近年来，他们更多专注于维护国内稳定和海上安全，尤其是在马六甲海峡这样的战略要地，印尼军队的存在感不容小觑。印尼军队现役部队大约40万，外加30万预备役，人数在东南亚算得上中上水平。他们的士兵训练以适应热带岛屿环境为主，擅长岛屿作战和快速部署，尤其在反恐和海盗打击方面经验丰富。印尼的装备虽然不算顶尖，但也在努力更新换代。海军有荷兰制造的西格玛级护卫舰，火力还算可以。最近还从韩国采购了3艘潜艇，提升了水下作战能力。空军方面，印尼拥有美国的 F-16战机和俄罗斯的苏27和苏30战机，虽然数量不多，但也能撑场面。此外，他们还在研发国产的 N-245巡逻舰，试图在未来打造更强的海军。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，控制着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——马六甲海峡。他们的军队在保护海上贸易路线和打击海盗方面作用巨大，同时也在南海周边保持一定的威慑力。
印尼的地理位置让他们天然成为东南亚的海上守门员。印尼正在推动最低限度防御力量计划，目标是到2029年建成一支更现代化的军队。他们计划采购更多潜艇、战机和无人机，同时加强与美国、韩国、中国的军事合作。这波操作就像在说，我现在可能还穿旧 T 恤，但等我换上新装，绝对让你惊艳。第8名，泰国。泰国军队纪律严明，忠诚度高，拥有约36万现役部队，装备美国 F-16战机、瑞典鹰狮战机以及一艘轻型航母，海军实力在东南亚名列前茅。近期与柬埔寨的边境冲突暴露了其快速反应能力，但也凸显了装备老化和后勤不足的问题。泰国军队就像只超听话的泰国猫，平时乖乖待着，爪子一亮出来可是锋利得很。他们以前超爱跑出来管国家大事，现在学乖了，专心玩 F-16和鹰狮战机，还开着一艘航母在海上耍帅。不过最近跟柬埔寨干架，感觉有点像猫咪抓老鼠，抓得挺猛，但毛有点乱，装备得赶紧更新了。泰国军队在东南亚算得上是高颜值选手，作为美国非北约主要盟友，2024年国防预算高达57亿300万美金，拥有约36万现役部队，其中陆军24万5千人，包括11万5千名义务兵。他们的装备库里有大约400辆战斗坦克、1200多辆装甲运兵车，以及2600门火炮，火力相当可观。空军方面，泰国拥有约4万6千名人员，装备28架 F-16战机和11架瑞典鹰狮战机，还有数十架直升机，堪称东南亚最精锐的空军之一。海军更是不遑多让，拥有近7万名人员，包括一艘轻型航母、7艘护卫舰、68艘巡逻舰和一堆2栖登陆舰，海上实力在区域内数一数二。然而，泰国军队的高光时刻也伴随着一些尴尬剧情。2025年7月24日，泰国与柬埔寨在边境爆发激烈冲突，围绕有争议的塔兰寺 Tamuantam 地区，两国互相指责对方先开火。这场冲突导致泰国至少15人死亡，其中14人为平民，包括1名8岁儿童，另有24名平民和7名军人受伤。泰国动用了 F-16战机对柬埔寨军事目标进行空袭，显示了其快速反应能力，但也暴露了装备老化和后勤补给的短板。相比之下，柬埔寨军队规模较小，仅12万4300名现役人员，陆军7万5千人，装备约200辆坦克和480门火炮，空军仅有10架运输机和16架多用途直升机，海军更只有13艘巡逻舰和1艘登陆舰，整体实力远逊于泰国。这场冲突的起因是两国对1907年法国殖民时期绘制的边境地图存在争议，泰国认为地图不准确，而柬埔寨以此为依据主张领土主权。冲突中，泰国关闭了所有边境关卡，疏散了4万平民，显示了其强大的动员能力，但也暴露出后勤协调不足的问题，比如部分地区医院遭到炮击，救援工作略显混乱。柬埔寨则宣布征兵计划，准备让18至30岁的公民服2年兵役，以应对紧张局势。泰国军队虽然在装备和人数上碾压柬埔寨，但面对长期边境争端，缺乏现代化武器的更新，让他们的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。泰国军队过去因频繁介入国内政治而闻名，曾多次发动政变，但近年来逐渐回归专业化，专注于军事任务。这次与柬埔寨的冲突中，泰国展现了强大的空海联合打击能力，但也提醒他们得赶紧给装备换新装，否则下次再跟邻居掰手腕，可能会抓得不够稳。第7名，以色列。以色列军队又称 IDF， 这支军队以高科技和情报能力著称，拥有约16万9500现役部队，另有46万5千预备役，装备美国 F-35战机、铁穹防空系统和梅卡瓦坦克，多次击败阿拉伯联军，擅长网络战和 AI 技术。以色列军队简直是军事界的科技宅，整天宅在家研究高科技武器，情报多到连你早餐吃啥都知道。历史上他们把阿拉伯联军打得喊救命，现在还偷偷练 AI 和网站，准备用脑力再 KO 你一次。
就像你家那台超聪明 AI 音箱，表面低调，实际啥都能搞定。以色列国防军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战斗力堪称浓缩精华。2024年国防预算高达243亿美元，占 GDP 的5%以上，显示了其对军事的高度重视。IDF 拥有约169500现役部队，分为陆军、空军和海军3大军种，另有465000预备役，随时能迅速动员，堪称全民皆兵。他们的装备库里有约2200辆坦克，超过11000辆装甲车，以及约750门自行火炮。陆军火力不容小觑。空军方面，以色列拥有约240架战斗机，包括39架先进的 F-35隐形战机，搭配舰式导弹防御系统和著名的铁穹防空系统，空防能力在亚洲首屈一指。海军虽然较小，仅有约7000人和9艘护卫舰，但配备了先进的萨尔5级导弹艇，海上精准打击能力极强。以色列的军事力量之所以强悍，离不开其顶尖的情报系统和科技实力。摩萨德 Mossad 的情报能力全球闻名，号称敌人的卧室里都有他们的耳朵。历史上，以色列在1967年的6日战争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，以少胜多，击败多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军，堪称军事奇迹。他们擅长快速、精准的打击，强调先发制人，这点在2023至2024年的加沙冲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IDF 通过无人机和 AI 技术精准锁定目标，极大提升了作战效率。相比其他亚洲国家，以色列的军队规模虽小，但凭借高科技装备、超强情报能力和全民动员机制，战斗力足以跻身前期。他们在复杂地形和城市战中的经验，尤其是在应对恐怖袭击方面的能力，让他们在区域内独树一帜。不过，以色列的军事力量高度依赖美国援助。2024年，美国提供了38亿美金的军事支持，占其军费的15%以上，这点也让他们的科技宅光环稍带点靠山色彩。第6名，巴基斯坦。巴基斯坦军队以核武和导弹为底气，拥有约65万现役部队，装备中国 JF-17 雷电战机、美国 F-16战机和哈利德主战坦克，与印度长期对峙，战斗经验丰富。近年还在加强无人机和网络战能力。巴基斯坦军队就像手上拿着核武，大声喊：“有种来啊！”他们跟印度是老对手了，打架经验丰富的可以写本《南亚干架秘籍》。现在还找来中国 JF-17 和美国 F-16助阵，准备随时再来一场硬碰硬的对决。最近还偷偷摸摸练无人机和网战，摆明是要从街头霸王升级成高科技战神了。巴基斯坦军队是南亚的硬核选手，拥有约65万现役部队，外加29万预备役，规模在亚洲名列前茅。2024年国防预算约70亿美金，虽然不算高，但在核武器的加持下，威慑力直接拉满。巴基斯坦是亚洲少数拥有核武的国家，拥有约170枚核弹头，搭配沙欣系列弹道导弹和巴布尔巡航导弹，射程覆盖印度全境，让对手睡不着觉。巴基斯坦的陆军是其核心力量，拥有约56万士兵，装备约3200辆坦克，包括中国援建的哈利德主战坦克和 T-80UD 坦克，火力相当硬朗。此外，他们还有超过5000门火炮和1800辆装甲车，适合在南亚复杂地形作战。空军方面，巴基斯坦拥有约70架 F-16战机和130架 JF-17雷电战机，还有中国提供的 C-10攻击直升机，空中打击能力不容小觑。海军稍弱，但拥有约32000名人员，5艘潜艇和10艘护卫舰。近期还从中国引进了4艘054 AP 型护卫舰，提升了海上防御能力。近年，巴基斯坦积极拥抱高科技，特别是在无人机和网络战领域。他们与中国合作研发了翼龙系列无人机，用于侦察和打击任务，同时还在建设网络战部队，试图在信息战中占据优势。此外，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军事合作日益紧密，不仅采购了大量装备，还参与联合军演，强化了两军的协同作战能力。巴基斯坦的军队虽然在装备现代化上稍逊于印度，
但凭借核武丰富的实战经验和与中国、土耳其等国的军事合作，稳坐亚洲第6强。他们就像那个虽然装备不算顶尖，但永远不认输的街头斗士，随时准备给对手一记重拳。第5名，土耳其。土耳其军队是北约第2大军事力量，拥有约35万5千现役部队，外加38万预备役，装备美国 F-16战机、德国豹2坦克，并在研发 T-129攻击直升机和 Altai 主战坦克。近年还在叙利亚和利比亚展现了强大的区域投送能力。土耳其军队是北约第2大的名号，可不是浪得虚名。他们拿着美国 F-16和德国豹2坦克耍帅，还自己搞 T-129直升机和 Altai 坦克，准备在军事界开个个人秀。最近还在叙利亚和利比亚跑来跑去，简直是亚洲版环球旅行家，走到哪打到哪，帅到没朋友。土耳其军队作为北约的重要成员，兼具亚洲和欧洲的战略影响力，其地理位置横跨欧亚大陆，军事力量在亚洲排名第5。2024年国防预算约150亿美金，支撑了约35万5千现役部队，其中陆军28万，空军5万，海军2万5千，外加38万预备役，随时能拉出一支大军。土耳其的陆军装备约3000辆坦克，包括德国豹2系列和美国 M60 坦克，还有超过9000辆装甲车和3500门火炮，火力覆盖能力极强。空军拥有约300架战机，包括200多架 F-16 战机，搭配国产胡尔库斯运输机和从俄罗斯采购的 S-400 防空系统，空防实力不俗。海军方面，土耳其拥有12艘潜艇、16艘护卫舰和10艘导弹艇，地中海和黑海的控制力不容小觑。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在近年来的区域冲突中表现抢眼。2020年至2024年，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多次发动军事行动，打击库尔德武装和极端组织，展现了强大的地面作战和无人机打击能力。土耳其自产的巴拉克塔 TB2 无人机在叙利亚和利比亚战场上大放异彩，精准打击敌方目标，被称为穷人的巡航导弹。2025年，土耳其进一步扩大了在利比亚的军事存在，通过提供无人机和顾问支持，帮助盟友稳定局势，显示了其远超亚洲边界的投送能力。土耳其还在开发第5代战机 TFX， 计划2030年首飞，野心不小。土耳其的军工出口也相当亮眼，2024年向巴基斯坦、阿塞拜疆等国出口了大量无人机和装甲车辆，赚足了军火外汇。然而，土耳其的军事力量也有短板。由于与美国关系时好时坏， F-35战机项目被踢出局，导致其空军现代化进程受阻。同时 S-400系统的引入引发北约内部争议，外交上有些左右为难。此外，土耳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引发了人道主义争议，国际形象受到一定影响。第4名，日本。日本自卫队以高科技和高素质著称，拥有约24万7千现役部队，装备苍龙级潜艇、爱当级驱逐舰和美国 F-35战机，搭配挪威 JSM 导弹，远程打击能力显著提升。近年还在加强太空和网络战能力。日本自卫队的武器不是潜艇就是驱逐舰，帅到不行，还低调喊自己是自卫。他们有苍龙级潜艇和爱当级驱逐舰护身，最近还搞来 F-35战机跟挪威飞弹，准备远程 KO 对手。这气场活脱脱像从高达动画里走出来的机甲战士，喊着和平，却随时能把你打到怀疑人生。日本自卫队2024年国防预算约500亿美金，拥有约24万7千现役部队，陆上14万，海上4万5千，航空4万7千。陆上自卫队装备约900辆10式主战坦克和1900辆装甲车。海上自卫队拥有4艘直升机航母、8艘爱当级和金刚级驱逐舰、22艘苍龙级和钛鲸级潜艇，潜艇静音性能全球顶尖。航空自卫队拥有约330架战机，包括42架 F-35AB 战机，搭配挪威 JSM 导弹，空海打击力强劲。日本高度依赖海上通道，海上自卫队实力在亚洲仅次于中国。科技方面，
日本研发了新神技术验证机，雷达和电子战系统领先，还成立了宇宙作战队应对太空威胁，网络战部队也在扩张。短板在于宪法限制和缺乏核武，战略威慑稍弱，且高度依赖美日安保条约。尽管如此，日本凭借高科技装备和盟友合作，稳居亚洲第4，宛如低调的高达战士。第3名，韩国。韩国军队以高科技和现代化著称，拥有约50万现役部队，装备 K2 黑豹坦克、K9 自行火炮，研发 KF-21 战机和 KDX-3驱逐舰。近年还在加强导弹防御和无人机能力，应对朝鲜威胁。韩国军队2024年国防预算约500亿美金，拥有约50万现役部队，陆军36万5千，海军7万，空军6万5千，外加320万预备役。陆军装备约2400辆 K2 黑豹坦克和 K9 雷霆火炮，海军拥有3艘世宗大王级驱逐舰、9艘潜艇和18艘护卫舰。空军拥有约400架战机，包括180架 F-16和60架 F-15K、KF-21 战机，预计2026年量产。玄武导弹射程达1500公里，覆盖朝鲜全境。韩国针对朝鲜威胁部署了 LSAM 反导系统，并通过自由之盾军演与美日协作。军工方面 ，K2 黑豹和 K9 火炮已出口多国。CAS-FS 隐形无人机计划2028年部署。短板是兵力规模较小和依赖美国支持，朝鲜的核武也构成威胁。韩国凭借高科技装备和快速反应能力，稳居亚洲第3，宛如 K-pop 明星般耀眼。第2名，印度。印度军队规模世界第2大，拥有约145万现役部队，核武撑腰，装备俄罗斯苏30 MKI 战机、法国阵风战机和美国阿帕奇直升机。近年还在加强海军和导弹技术，目标成为全球军事强国。印度军队像是个超有钱的大叔，人多势众，还爱买名牌，核武在手，谁敢惹？印度军队是亚洲的人海加核武代名词。2024年国防预算约830亿美金，全球第4，支撑了约145万现役部队，陆军123万，空军12万和海军7万，外加96万预备役，规模仅次于中国。陆军装备约4800辆坦克，包括国产阿琼坦克和俄罗斯 T-90S 主战坦克，搭配4000门火炮和7000辆装甲车，适合平原、山地和沙漠作战。印度还在升级其装甲力量，计划引进更多 T-90S 坦克，并改良阿琼 MK-1A， 提升火力与防护性能。印度空军拥有约1700架飞机，包括240架苏30 MKI 多用途战机、36架法国阵风战机和69架美洲虎攻击机，搭配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，空战和对地打击能力在亚洲名列前茅。海军方面，印度拥有2艘航母，分别为克兰特号和维克拉玛蒂亚号16艘潜艇，包括核潜艇阿里汉特号14艘驱逐舰和20艘护卫舰。近年还引进了美国 P-8I 反潜巡逻机，增强了印度洋的控制力。印度计划到2030年拥有3艘航母，目标打造蓝水海军，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投送力量。2025年，印度与俄罗斯联合开发了第5代战机技术，并计划在2030年前部署国产 MK 隐形战机。此外，印度正在研发高超音速武器，如布拉莫斯2，速度可达7马赫，预计2028年测试。印度的军事战略聚焦于应对巴基斯坦和中国。2025年初，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中，动用了苏30战机和察打一体无人机，展现了快速部署和精准打击能力。在中印边境，印度增派了5万部队 T-90 坦克和布拉莫斯导弹，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。印度还通过4方安全对话与美日澳加强合作，试图在印太地区制衡中国。2024年，印度与美国签署了军事技术共享协议，获得了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技术，进一步提升战斗力。然而，印度军队也面临不少挑战，装备老化问题严重，部分坦克和战机服役超过30年，维护成本高且性能落后。
军种间的协调不足也影响作战效率。比如陆军和空军的联合行动常因指挥系统不畅而受阻，后勤体系复杂，边境地区的补给线经常面临挑战，尤其是在高海拔的拉达克地区。此外，印度高度依赖外国军购，像是俄罗斯占其军备的 60%， 自主研发的进度和质量仍需提升。国产装备如阿琼坦克和光辉战机常因技术问题推迟交付。尽管如此，印度凭借庞大的军队规模、核武威慑、多元化的高端装备和日益增强的军工能力，稳居亚洲第2。第1名，中国。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世界最大的军队，拥有约204万现役部队，装备东风41洲际导弹、歼20隐形战机、3艘航母和运20运输机，全球投送能力显著增强。近年还在太空、网络和 AI 领域全面发力。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军事界的大哥大，人多到可以组个军事版春节联欢晚会，武器还超先进，东风41飞弹和歼20战机一辆出来谁不怕？现在还搞航母跟运输机，准备随时飞出去当全球扛把子，这气势简直是全村我最强，对手看了只能喊大哥饶命啊！中国军队是亚洲无可争议的霸主，2024年国防预算高达2260亿美金，全球第2，仅次于美国。解放军总兵力约204万，其中陆军96万5千，海军26万，空军39万5千，火箭军12万，战略支援部队14万5千，外加66万预备役，规模和火力无人能敌。陆军装备约5000辆坦克，包括99A 型主战坦克，搭配6000门火炮和8000辆装甲车，适合多种地形作战。中国海军是亚洲最强，拥有3艘航母，分别为辽宁号、山东号和福建号，70艘潜艇，包括核潜艇、50艘驱逐舰和42艘护卫舰，总吨位超200万吨，远超日本和印度。空军方面，解放军拥有约3000架飞机，包括400架歼20隐形战机、1500架歼10和歼16，搭配空警500预警机和霹雳系列空导弹，空战能力全球顶尖。火箭军是中国的杀手锏，拥有约300枚东风41洲际导弹和1000多枚中短程弹道导弹，覆盖亚太和印度洋。中国军队近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令人瞠目。2025年，中国第3艘航母福建号完成首次海试，配备电磁弹射系统，战斗力直逼美国尼米兹级航母。运20运输机和空警600舰载预警机的量产，极大提升了全球投送和海空协同能力。在太空领域，中国建立了北斗导航系统和太空监视网络，拥有反卫星武器。在网络战领域，战略支援部队能执行高强度网络攻击和防御。中国的军事战略聚焦于近海防御和远海护卫。2025年，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军事存在进一步增强，通过岛礁建设和海军巡航，巩固了区域控制力。此外，中国与俄罗斯、巴基斯坦等国的联合军演，展现了其全球军事影响力。中国还在研发第6代战机、无人舰艇和激光武器，计划2035年建成世界一流军队。中国军队的短板在于实战经验较少，上次大规模战争为1979年中越战争，且与美日同盟的军事差距仍存，尤其是高端芯片和发动机技术。不过，中国的军工自给率高达 90%， 自主研发能力全球领先，弥补了部分技术短板。中国凭借世界最大规模的军队、顶尖的装备和全方位的战略布局，稳坐亚洲第1。他们就像军事界的全能王者，从海陆空到太空网络全面开花，未来还准备席卷全球舞台。哇，看完这亚洲10大最强军队的盘点，是不是感觉像看了一场军事版的超级英雄大片？从越南的硬核游击混到中国的大哥及全能霸气，每个国家都带着自己的超能力在亚洲舞台上秀肌肉。这10支军队各有绝招，亚洲的军事舞台真是好戏连台。快来订阅加点赞、分享、留言告诉我吧，下次咱再一起挖掘更多好玩的冷知识，我们下期见。